那么今天上午我们来聊的第二只股票是属于港股的闽华控股这支票是来自于我们的会员约港。先说结论吧，从整体的走势来看，从相对高位跌至目前来说，此次的下跌或者说是调整还没有结束。主要原因是其内部的调整结构并不完整，还缺少最后一个子浪。虽然从目前来看，它下跌的幅度是满足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这里我们可以首先画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此次的向下调整，它是已经跌穿了黄金分割 0.764 的支撑，那么只能说它会向着更深的一个位置去挺进，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从21年2月份截止到目前，这一次调整已经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所以它的时间跨度也是满足这样一个要求。现在唯一的缺憾就是其内部的子浪结构不完整。那下来我们通过波浪结构的一个形态来分析一下此次调整的形态，它主要是属于哪一种。首先我们还是将这个时间跨度调整到这个周线图。周线图的高点是出现在21年的2月中旬，高点是 22.75 港币。从这个相对高位开始了向下的调整浪， A1、A2、A3、A4 走完 A5 这一次的 A 浪下跌结束了。之后市场经过了一个弱势的反弹三波， BA、BB、BC， 这属于一个 B 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弱势反弹？首先我们还是拉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此次的反弹最高点距离黄金分割 0.382 的压力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它并没有触及到，它只是刚刚好在 0.236 到 0.382 中值的位置就出现了快速的一个回落。好，此次 B 浪的结束高点是在24年的5月20号当周，高点是 7.84。那么也就意味着从 7.84 开始，市场进入到了新一轮的 C 浪下行当中。那么从当前的走势来看， C1 反弹有一个 C2， 目前可能是处于一个 C3， 这里如果不创新低的话，市场会走出一个 C4， 等 C4 完成，市场将会再次迎来最后一波下跌走势C5。 这就是目前整体的一个运行环境。视频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子浪缺最后一跌，那么目前可以看到缺少的就是 C5， 等这个 C5 走完， C 浪全部的形态才能运行完毕。那现在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等待这个最后的一个新低的一个出现。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比如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金油，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去留言，后期我们也会寻找当中比较好的机会分析，然后分享出来。那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此次这个 C 浪的下行， C5 最终的落点大致会在几个位置。首先我们用到的是一个趋势线，可以看到通过2根趋势线，我们大致知道目前 C 浪它是运行在一个终结楔形的一个预期形态里面。那么也就意味着后期从这个目前的低位向下的话，下跌的空间不会太大。从趋势线提供的支撑来看，是位于 2.67 港币左右，是第一个可以借鉴的位置。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和上一次回撤调整的低点位于18年的12月底，低点是 2.79。 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距离现在目前最近的一个支撑带是位于 2.67 到 2.79， 市场只有跌到这里，同时它完成了 C 浪的一个5波形态，那才有可能展开中期的一个大级别反弹。从价格来说，目前是 3.98 跌到 2.79， 那大致还有 1.2 港币的一个空间，将近是 30% 的一个下跌幅度，所以目前的价格不适合于进场，我们只能等待最后这个结构全部运行完毕，才可能会出现新的一个波段看涨机会。因此老生常谈，我之前说过很多次，交易的本质并不是你持有仓位就代表交易，有时候等待也是一种交易的策略。因此当前的位置
我们继续等待，等待后期结构形态完整啊，然后靠近了支撑带，我们才会考虑这一只港股新的一个机会。好，今天上午的第二只港股的波浪结构形态以及这个预期支撑在哪里？那么今天上午的视频也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